在7月22号落幕的2022范保罗航展上，土耳其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其 TFX 战机的全尺寸模型。相较于以往呢，这次的 TFX 又多了一些改变，而这也证明了土耳其对该战机的研发改进并未停下。它并非一款 PPT 战机。那么如今土耳其的5代机进度怎么样了呢？它的性能真的能够媲美 F-22 吗？今天大兵来和各位聊一聊土耳其5代机的最新进展。作为一个区域性强国，土耳其本身的军事实力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它还曾经和美国合作参与过 F-35计划。因此最初的土耳其是希望在隐形战斗机方面走2条路，一方面呢是引进 F-35战斗机，并且依靠初始参与国的身份获得一定的隐身战斗机建造技术，然后再用这些建造技术来设计和建造 TFX 国产隐身战斗机，用 TFX 隐身战斗机取代目前正在服役的 F-16等非隐身战机，提高空军装备的国产化水平。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由于土耳其一直以来的表现始终都是在美俄双方不断的横跳，最终导致美国取消了和土耳其很多的军事合作，其中呢就包括 F-35战机。另外，土耳其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 T-129直升机也因为被美国限制发动机而不得不停摆。为了摆脱对美制战机的依赖，土耳其决心要自主研发一款5代机出来。在研发之初呢， TFX 战机一共是有3种构型，分别是使用2台大推力发动机采用常规布局的 FX-1 重型战机，和使用1台大推采用常规布局类似 F-16 的 FX-5 中型多用途战机，以及使用1台大推采用压式布局类似瑞典鹰狮的 FX-6 中型高敏捷型战斗机。直到2022年，也就是这一合作项目开始后的第7年， TFX 的性能参数才得到最终的确定，其最终选择的正是 FX-1 重型战机。根据 FX-1 的等比模型信息， TFX 将长21米，翼展16米，高6米，2台大推，每台输出27000磅推力，最大飞行速度为 1.8 马赫，实用升限是16764米，最大过载分别为正 9G 和负 3.5G。它的最早型预期使用美国通用电气的 F110 涡扇发动机和 F-16 的一致，但是该战机后续的生产型号发动机目前还没有确定，这点呢咱们放到后面再说。先来看一下 TFX 的性能。从外形上看，这款战机呢是一架和 F-22 相似的单座重型双发双垂尾的隐身战机，整体采用菱形布局。它和 F-22 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弹舱布置，串列的弹舱布置设计使其机身横截面积变化较为缓和，这有助于减小跨超声速阻力。同时，作为双发飞机，串列弹舱的设计也大大降低了设计难度。虽然这样会引起机尾发动机间距较大所带来的干扰阻力增加问题，但是总体上看呢，依然是一个相对容易实现的设计。这也符合其具备超声速巡航的能力和对空地目标打击能力的设计目标。同时，它还具备光电瞄准系统 EOTS， 这是一种被动式红外探测手段。该装置具有高度解析成像、自动跟踪、红外搜索和跟踪、雷达指示、测距和雷达点跟踪等能力，可以让飞行员准确地了解战机状况和空气数据，有利于机组成员完成侦察和制导攻击任务。该系统属于被动式红外探测手段，它集成了前视红外成像、红外搜索和跟踪和激光指示瞄准等功能，相当于将传统的光电雷达、前视红外成像吊舱和目标指示瞄准吊舱的功能融合为一体。而相较于这些， TFX 还有个更大的问题，为了降低设计难度，该战机几乎是完全摒弃了隐身战机必不可少的蛇形进气道设计。因此，未来想要维持一定限度的隐身能力，就只能使用进气道屏蔽器。而目前呢，这些设计细节在现有模型上仍然没有体现。而土耳其对该战机的研发计划也可以说是十分坎坷。早在2010年，土耳其就启动了自家的下一代战机研发计划，用取代土耳其空军目前的 F-16。但是受限于其国内航空工业水平，土耳其呢也一直都在积极地引入国际合作伙伴，这一点也为 TFX 项目的命运埋下了伏笔。首先，在航空工业方面，
土耳其最大的经验也就只是组装过美国的 F-16战机，其航宇工业集团可以说是从1984年刚成立就开始组装 F-16，一直到现在。因此，这也使土耳其成为继美国和以色列之后第3大 F-16使用国。但是除了组装之外呢，土耳其本身的战机自研水平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或许是出于对自家水平的不自信，土耳其在一开始就采用了由自己牵头的万国造模式，通过联合许多土耳其本土企业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共同来研发该机，以分担研发成本，并且提高总体产量。于是在2013年，土耳其和瑞典的萨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由萨博为 TFX 提供技术支持和设计协助。论飞机研究这方面呢，瑞典的萨博公司确实具备相当的实力，其设计的 JAS-39鹰狮战斗机和法国的阵风、欧洲的台风并称为欧洲3剑客。但是到了5代机时代呢，瑞典却已经无法独立完成战机研发了，而此时恰好土耳其要买5代机设计方案，两者是一拍即合。在设计之初，双方呢一共放出了3个不同的初步设计方案。其中这个压抑单发布局的就很明显就是萨博公司提出的，果然一股浓浓的英式风。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呢也是最早被土耳其 pass 掉的。但是在随后关于单发机的设计也不见了踪影，如今一直在各国航展上出现的则是图片最下面的这张方案。从视频中呢，咱们也能看出，这会儿的 TFX 已经和前几年是有了一定的改进，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动机隐身处理，以及它机头和机身的过渡也变得更加平滑，而这一点也说明，在这几年内，土耳其也一直在费心推动这个项目，并非纯粹的 PPT 战机。在解决了设计上的难题之后，土耳其又开始为战机的发动机发愁了。于是埃尔多安便向各大厂商发起邀请，想要为自家战机找一个强大的心脏。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土耳其与 BAE 和劳斯莱斯达成合作，准备采用台风同款的 EG200 涡扇发动机，但是土耳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于是在2018年 TFX 发动机的蛋糕又被土耳其政府分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其原因是记忆公司驻土耳其代表表示记忆的发动机更适合 TFX， 并承诺将向土耳其进行更加完整的知识产权转让。因此土耳其很快就决定使用记忆公司的 F110 发动机作为该机在测试阶段和生产初期的动力来源。但随后不久，美国就因为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而发起针对土耳其装备引进的制裁。不仅 F-35项目将土耳其摒除在外了， F110 发动机也被列入了制裁名单。因此在确定无法得到更多 F110 发动机以后，土耳其只能又转英国寻求帮助。在向其许诺将购买一部分台风战机后，英国解除了向土耳其出口航空发动机有关技术的限制。然而在关键的技术产权转让方面，英国却不打算松口，这对于土耳其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此直到现在为止，土耳其对 TFX 相关项目的招标仍在进行中，至于该机最终会使用哪型发动机还仍有待观察。因此大兵呢认为，如果一直找不到合作的伙伴，土耳其很有可能不得不使用一款现有的发动机作为 TFX 战斗机的动力来源，随后选择自主研发新型发动机。不过除了发动机之外呢，该战机的其他部件和设计也都在稳步推进中。按照此前 TAI 航空公司的计划，在2023年真正的 TFX 隐身战机将诞生，该机呢将在2025年进行首次飞行，2028年投入使用。设计师表示， TFX 战机将由大约2万个部件组成，该战斗机零部件的生产将在2022年底完成。他认为这款战机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支撑发动机的钛合金部件，这是制造难度最高的部件。不过 TAI 在此类部件的制造方面呢，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并且在2020年5月，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和国内软件公司哈维桑签署了一项协议，为 TFX 开发各种电子系统。哈维桑将提前为 TFX 战斗机在嵌入式培训，为 TFX 战机提供维护模拟器以及工程支持方面的技术支持。同时为了实现弯道超车，土耳其还打算直接给自家5代机配备无人僚机，
以人工智能来操控无人僚机，来确保 TFX 战机未来在空战中的生存力。到了2022年1月6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新的国家战斗机工程中心以及其他专用设施正式启用，它专门用于设计、开发和制造未来作战飞机，目标正是在2023年推出第一架 TFX 原型机。据土耳其官员称，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的国家战斗机工程中心，占地面积为65000平方米，将容纳2300名工作人员，服务于 TFX MMU 项目。而战机的复合材料制造则是设在了位于安卡拉的郊区，它将为 TFX MMU 项目生产必要的部件和子系统，并且土方也试图将 TFX 描绘成穆斯林世界蒸汽机，来拉拢穆斯林国家。他认为 TFX 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穆斯林国家所研制的第一种高性能大型战斗机，所以会希望有更多的穆斯林国家能够一起加入，就如同其他的国际合作研发计划一样，越早加入是越好的。如今 TAI 公司已经正式邀请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加入这项计划。马来西亚拥有生产飞机外壳复合材料的工业能力，并且可以为该项目投入大笔的研发资金。而巴基斯坦已经引进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生产线，可以直接为 TFX 战斗机提供现成的技术。除此以外呢，土耳其也将印尼、孟加拉、哈萨克斯坦等穆斯林国家视为 TFX 潜在的合作伙伴或者是潜在购买者。当然，虽然土耳其对 TFX 期望十足但是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成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在引进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问题上迟迟无法和美国达成和解，导致土耳其的多家军工企业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其中就包括 TAI 公司。TAI 公司已经无法从美国及其盟友那里获得发动机、机载雷达等技术了。同时，美国也不允许英国、法国向土耳其开放风洞实验室。这次的事件呢，也严重打击了土耳其盟友的信心。以巴基斯坦为例，由于印度已经开始了 AMCA 战斗机的研发工作，为此巴基斯坦空军也在2017年7月首次公布了其雄心勃勃的 AZM 计划，全力推进包括5代机在内的一系列航空新装备的研发。所以巴土双方在 TFX 项目上的重合度不低。而如今韩国的 KF-21 战机已经首飞成功了，而其设计指标相近似的 TFX 却依然停留在模型阶段。即便土耳其依旧十分确定，表示该机将在2023年下线，2025年首飞，但是依然无法遮住这款飞机眼下没有新的窘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土耳其的5代机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